这里就是比北京故宫等级还要高的一座神秘宫殿，里面的房间高峰时期达到了8665间，就连古代的皇帝来到这里也必须要恭恭敬敬，因为这里面居住的是比皇帝等级还要高的玉虚石像。你见过古人给天庭送快递的金龙玉璧三简吗？你见过只有天庭才有的琼花吗？你一定都没有见过。这里面啊，可是当年建造武当山的大本营。就连明朝皇帝的圣旨来到这里，也会显得格外低调。今天阿波呢，就带你一起走进这座古老而又神秘的宫殿——武当山的玉虚宫。走吧，这就是玉虚宫的大门了。看到没有？这城墙啊，真的是太厚了啊！这个是明代保留下来的古迹原貌。你们看看这个城门，它的等级高不高呀？你看这个城门就知道了。它上面呢有很多的门钉。在北京的故宫啊，门钉呢是横九竖九，但是在咱们玉虚宫里面，门钉呢同样也是横九竖九，九九81个。在等级森严的古代，除了皇帝家能够用这样的等制，估计啊别的地方你根本就看不见。再来看一看这边的城墙，哇，满满的历史的厚重感啊！我推一下这个门给你们感受一下啊，是不是很有历史感？而且这个位置看，卷草的图案保存的这么完好。而且下面的须弥座，整个青石啊已经青的都发绿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颜色，哇，太漂亮了啊！我觉得武当山真的太低调了，这么好的东西，竟然没几个人知道。旁边这里呢，就是我见过最高最大的皇家御碑亭了，几百年来了，经历风雨沧桑啊，依旧保存得非常的完好。你们看看，是不是特别的高大？尤其是这一尊碧玺，哇，一个龟头比我的腰都粗啊！你再看看它上面驮的圣旨碑，这就是我们目前在国内非常罕见的圣旨碑。这个呢是永乐年间的，前面呢还有2尊呀是嘉靖年间的。像这样的圣旨碑亭，在整个武当山呢有12座，单单在我现在的玉虚宫里面就有4座。你可以脑补一下，这里在明代的时候它的等级究竟有多么的高。所以来武当山，你若不来玉虚宫，太可惜了。你在很多的古建里面啊，你不可能看到这样的琼花照壁，尤其是琼花，那可是天庭才能够盛开的花。那么据传说呢，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词，叫做琼浆玉液。琼浆你没见过，玉液你也没见过，但是琼花今天你都能看到了。那个花呢就是琼花，就离远一点看的时候，它有点像牡丹，但是离近一点你看，这种花在人间啊基本上是不可能出现的。所以传说呢，它是天庭之花。那么这个琉璃照壁呢，在古代它的等级是非常高的，尤其是明代是皇家御用的，把它放在玉虚宫里面，而且又是琼花的图案。你想想这里的等级究竟有多高，足以可见当时朱棣啊对整个武当山玉虚宫的重视程度，甚至已经超越了北京故宫的紫禁城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来武当山不来真的太可惜了。你们见过用金砖铺路的吗？脚下呢，这个就是金砖铺路了。这种砖呀，很多人说这不就是青砖吗？为什么叫金砖呀？它以前呢是专门给皇帝使用的地板砖，经过39道工序，2年半的时间才能够完成。而且这个原料呢，只能够用苏州、阳澄湖跟太湖的底下的淤泥来制作。先要把这个淤泥给它捞起来，捞起来之后呢，把它暴晒1年，去除它的阴气跟土气，再用水啊给它泡开，反复的去踩。人踩完之后呢，用牛去踩，连续踩1个月的时间，然后呢再开始塑形，而且不能够用太阳去暴晒它，要放在室内，用7个月的时间慢慢的把它阴干，阴干以后呢，再放到这个地窖里面去连续的烧3个月，烧完之后啊，再把这个砖用桐油浸泡3个月，然后再晾1个月，最后敲一敲它的声音，扣之有声，有金属质感的声音，所以被称之为金砖。区区一个玉虚宫就有这么多好东西，所以武当山呀真的是太低调了，这么多宝藏早该拿出来了。讲到这里呢，很多人可能一定会问我，说阿波呀，来武当山到底该怎么玩？我是个小白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第1天去了武当山金顶，我建议你下山的时候，你可以到我现在来的玉虚宫来看一看。晚上呢，这还有2个地方我推荐给你，一定要去。一个呢叫武当一梦，这场演出呢一定要去看。它没有过多的炫技，没有高大上的台词，反而给你的是那种最直接的、最真实的情感的震撼，就是那种不声不响，却又让你在心底某个角落里泛起涟漪的东西。
起码能够让你圆一个触摸自己内心的梦想。那么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，记得去逛一逛太极之夜，那里吃的玩的啥都有，不要把每一次的旅行都搞得匆匆忙忙。如果有条件呢，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阿波入住的武当山脚下的帐篷客度假酒店，它是一种以太极文化为灵魂的住宿体验，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住在那里啊就很轻松、很放松。坐在酒店的院子里面，躺在酒店的床上，哎呀，那种一下子就能够放松心灵的感觉啊，太棒了！也祝愿你们接下来在武当山有一个美好的武当之旅。你见过一个村庄横跨2个国家的地方吗？这里就是神奇的一寨两国，它的一半是中国，一半是缅甸。在这里，缅甸的母鸡会经常跑到中国来下蛋，中国的植物也会经常长到缅甸去结果。就连这里的大黄狗啊，都会经常在2国之间跑来跑去。这里的邻居唠个家常，那都是国际交流。这里面呢，还有被称为世界上最贵的边境线，全部都是用翡翠铺成的。就连这里打水的井啊，都是2国居民共同使用。今天阿波呢，就带你一起走进这个神奇的一寨两国去看一看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，看到没有？那边呢有个建筑，一边呢写的是中国，另外一边啊写的是缅甸。就代表这个地方一半是中国，一半呢是在缅甸。这里呢还有很多神奇的少数民族，比如说脖子里面有很多铜圈的长颈族，但在当地呢叫不倒族。同时呢还有头顶瓦罐的少数民族。一会儿呢阿波带你们去看一看，先带你们去看一下世界上最昂贵的边境线到底长什么样，全部都是翡翠铺成的，没见过吧？一丘荡2国，一个秋千呢竟然可以荡2个国家。看到没有？这边呢有一个高大的秋千，只要你一使劲啊，就会荡到缅甸去。而且秋千的背后呢写了几个字，叫中缅边境线。这边呢是一扇大门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里就是缅甸了，手可以伸过去。平时呢会有很多的小孩呀在这里找你要糖吃，上面写了中缅国境严禁藏物、严禁翻阅、严禁交易。别人给你东西是不能拿的，知道不？而且呢，这边还有一把大锁，只要一打开，大门一开，你就可以直接到缅甸去了。所以这个秋千呀，稍微一用力，你就可以到缅甸，然后往前一摆，你又回到中国了，叫一丘荡2国。沿着这里往前走呢，还有一口神奇的井，2个国家都在使用，我们去看一看。这里居然还有中国的跟缅甸的亲戚呢，隔着栅栏在这里聊天。你好，你是中国的？对。啊，对面是你家亲戚？对。啊，缅甸的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啊，呵呵，你们好。啊，那你是嫁到这边的还是？我妈妈嫁到这边，然后我在这边长大的。哦，你妈妈嫁到这里，你在这边长大的。啊，难怪普通话说这么好啊！哈哈哈，所以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就是虽然说隔着栅栏，但是2国人民的这种友情亲情还是没有被间断啊。就隔着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地方串门，这就是国际交流。你们俩是亲戚是吗？她是我阿姨。啊，她是你阿姨，她住在缅甸。这是我妈妈。哦，这是你妈妈。你妈妈好年轻啊！啊。您以前就是缅甸人，啊，嫁到中国来了。哦，哇，这是太，我感觉好神奇啊！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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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意思啊！这里写了几个字：同读一本书，共饮一井水。什么意思呢？这里啊以前是个学校，因为这里在分开之前呢，缅甸跟中国的孩子啊都在一起读书。后来1960年国界线划分之后，缅甸的学生啊就回去了。但是在这里读书怎么办呢？要来到中国，所以我们还给他发放了可以进入到咱们中国的通行证。上学的时候拿着通行证啊就可以过来了，放学的时候拿着通行证又可以回去了。一寨两国水井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边写的呢是中国，这边写的呢是缅甸。以前的2国人啊都是在同一口井里面打水。这边呢还留下了以前打水的一个工具啊，给大家看一看啊，把这个直接拉过来，往这个井里面一放，就可以打水了，是不是很神奇？2个国家的人竟然在同一个井里面取水喝，这也代表着一种友谊的深厚。到这里来看一看，来，这里呢就是以前缅甸人呢来到中国，或者是回到缅甸，他们进出的一个口岸了。这个口岸不是很大，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界碑，大家看到没有？那个呢就是著名的71号界碑啊，1960，边上写的是中国，
地上呢有一条黄线，黄线的这一边写的是缅甸，那一边写的是 China， 写的是中国。你看，还有很多的中文，还有很多我们这边的这个人在这边工作啊。这一边呢，看到没有，就是缅甸的工作人员了，他们在这边搭了一个简易的帐篷。下面的台阶呢涂了很多的蓝色，还有一个小哥啊在那边休息呢。所以这个村庄呢就是缅甸的村庄。这边的鸡啊，有时候还经常会跑过来中国下蛋。你们说，万一真的下了一个蛋，这个蛋属于中国的还是属于缅甸的？不好说了吧？就连这边的道路上都写了2种文字，一种是中文，一种是缅文。中文写了吃饭了吗？缅文的发音是特米萨比比拉，太复杂了啊！怪不得缅文这么难学。你看。那边呢就是缅甸了，他们这边的房子也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破旧，很多人住的呀还是别墅呢。我脚下这一座桥呢，就是著名的一桥跨两国了，一边呢是缅甸，一边是中国。大家看这座桥上啊铺的全部都是翡翠啊！我的天呐，这里不知道被谁给抠掉了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色泽看起来都挺好的。为什么要铺这么多翡翠呢？这座桥啊一共铺了7777块翡翠。它呢是缅甸的华侨啊捐赠的，为了纪念2国深厚的友谊。7这个数字呢，在缅甸是一个吉祥数字。缅甸呢，据说也是7省7邦，所以呀铺了7777块。从这座桥走过来呢，就到了中国了。站在这里，就是一边缅甸，一边中国，脚下全部都是翡翠。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看一看，我的脚一只在中国，一只呢在缅甸。脚下呢有一条线啊，它就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边境线，全部都是用玉石翡翠铺设而成。大家看一看啊，是不是很神奇？金色的这边呢是中国，白色的这边呢就是缅甸。这个翡翠呢一共铺了5068块，代表呀中缅建交，从1950年6月8号到现在，所以它是为了纪念中缅建交的一条国界线。那么前面呢还有2棵树，叫一树长2国，就一棵树啊，竟然长到了不同的2个国家。我带你们来看一看，左边这棵树呢是在缅甸，右边这棵树呢是在中国，上面写了一树2国，刚好由树枝在这里交叉，形成了一个握手的友好姿势。这就是缅甸的顶冠族了，看到没有？他们头上呢都顶了一个冠子，但这只是刚刚开始。哇，又来了一个啊！他怎么放上去的我都没有看清楚。又顶了一个。哦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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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你是缅甸的？啊，缅甸。那你的脸上涂的是什么？防晒霜。防晒霜。啊。感觉像涂了一层土一样啊。1、2、3、4，我也顶一个是吗？嗯。一个。点个赞。真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关注阿波，下期视频带你们一起走进湖南的张家界。